大家好，欢迎收听掌灯静读。婚后第3年，陆思南在朋友圈高调晒出办公室那套豪华隔间。画面中，小助理正面色娇羞地整理着凌乱不堪的床铺。他好哥们在底下评论：“这么明目张胆，你不怕中医知道？”跟小姑娘闹着玩的，他不会在意。我默默点了个赞后，拿着孕检单走进手术室。他心心念念想要的孩子，我不想生了。流产当晚，陆思南打来电话找我麻烦，字里行间全是责怪：“你跑去医院闹什么？现在所有人都骂温梦是小三，你满意了吧？”我忍着腹痛打车回去，推开门的瞬间，撞见一个女人从浴室里出来。她身上穿着我的蕾丝睡裙，正甜甜地喊陆思南老公。看见我，陆思南眼底闪过一抹意外，很快将温梦叫过去护在身后。你回来的正好，过来给温梦道歉。没事的，陆总，我已经不怪钟姐姐了。只是我没打招呼就穿她的衣服，会不会不太好？看着女人满脸做作的姿态，我冷笑出声：“这么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二手东西，你贱不贱呐？”温梦自觉受辱，当即哭着跑出我家。陆思南心疼坏了，狠狠瞪着我：“小姑娘要是在外面出了事，我不会放过你。”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追了出去。留我一个人面对满屋狼藉，收拾他们欢好过后留下的痕迹。望着墙上我们相互依偎的旅游照，我鼻子忍不住泛酸。那是我和陆思南刚在一起那会儿，出去自驾游遇到暴雪天气，被困在车里拍的。当时他紧紧抱着我，试图用身体余温唤醒我，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即便是死亡，我们也要一起面对。”就因为这句承诺，我做低服小爱了他好多年。直到今天，他带着另一个女人回家，穿我的衣服，睡我的床。那一刻，我彻底死心了。陆思南是半夜回来的，见我疼晕在洗手间门口，他压在心底的怒气消了一半，拽起我拖到床上。好了，戏演得太过就没意思了。我知道你是嫉妒温梦，所幸他没事，人我已经安全送到家了。我口渴难耐，陆思南看出来了，却不愿意起身走2步去帮我倒杯水。他从兜里掏出一条钻石手链，亲自戴到我手上。这算什么？道歉礼物？我一点儿也不稀罕。因为在这之前，我在温梦社交账号上看到过一条一模一样的。他发文吐槽戴着个手，这种劣质东西就应该被扔进垃圾桶里。陆思南点了支烟抽上，吞云吐雾后才绕到正题：“你名下市中心那套公寓，我让温梦搬进去住了，那儿离公司近，他上下班也方便些。”我在心里冷笑。果然，他不会无缘无故献殷勤送我手链。那套房子是他送给我的20岁生日礼物，里面所有家具都是我费尽心思才一点点布置起来的。我曾为之取名为“爱的小巢”。现在他要收回房子，并转手送人，我除了接受事实，什么也做不了。温梦整天跟着我到处应酬，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以后他家里的卫生就交给你了。要换做以前，我肯定会乖乖按照陆思南说的去做。可这一次，我不想再顺从他了。我不会去的，我拒绝的太果断，引得陆思南微微皱眉。你别太过分了，我很累，没力气跟他继续吵下去，索性倒头就睡。刚一闭眼，陆思南铺天盖地的吻随之而来。我吓坏了，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险些让他从床上栽了下去。他很诧异：“钟意，你装什么装？你敢发誓你不想我碰你？”
我今天刚流产，身体不舒服。纵使我的声音虚弱无比，陆思南还是不信。他满脸不屑地嘲讽道：“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你还真是什么瞎话都编得出来呀！”第二天一早，我把离婚协议书递到陆思南面前。他以为我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耐着性子坐下来哄我。我和温梦只是逢场作戏，你不要再闹了。我无力地摇头。我一直不知道你办公室里藏着一套隔间，怪不得你从来都不喜欢我去公司找你。一年365天，你日日夜夜都在那张床上跟温梦翻云覆雨，回来还大言不惭地抱怨工作太辛苦，让我半夜12点爬起来给你熬补汤。谁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天天跟别的女人纠缠不清？我从大学就跟着你，我爱了你8年，你对得起我吗？因为我的无情拆穿，戳破了陆思南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索性跟我摊牌了。没错，我现在对温梦确实很上头，她漂亮聪慧，很像年轻时候的你，在她面前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不要拿我跟他比。说话间，我早已泪流满面，但那断了线的泪珠却没一颗能砸进陆思南心里。他接了个电话，匆匆离我而去。我用半天时间收拾完行李，在自己房间转了转，看着衣帽间一排排昂贵的衣服、鞋子，以及满墙的珠宝首饰。往事纷纷涌入脑海，陆思南在送我这些礼物的时候，可能也有过真心吧。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爱情败给了外面的莺莺燕燕。最终，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拖着单薄的行李箱出了陆家大门。陆思南这些年送我的奢侈品礼物，包括银行卡里的钱，我一样都没带走。临时落脚酒店，我妈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不远万里从老家赶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跟陆思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淡淡回她，离婚了。原因？他出轨了。我妈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下一秒巴掌就毫不留情扇到我脸上。你疯了吗？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小陆甩的你，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先做的妖。我被扇懵了，呆呆看着眼前跟我有7、8分像的妇人，不敢相信她是我的母亲。在他眼里，母女情分，甚至是我的生命，都不及每个月能准时汇款到他账户里的有钱女婿分毫。得知我和陆思南还没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是我单方面签了协议书，我妈松了口气，当即拉着我去找陆思南求情。人均消费5位数的高级餐厅里，男人早已等候多时。知道错了吗？陆思南朝我轻轻招手，示意我过去坐他身边。我站在原地没动。我妈每天跳广场舞练得臂力惊人，直接一把拽我过去，强行塞到陆思南怀里。期间讨好声一直不断，他已经反思过了，不应该跟你闹脾气，夫妻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小陆你不会跟他计较的，对吧？陆思南用手指碰了碰我红肿的脸颊，露出一抹欣慰的笑。还得是丈母娘教女有方。吃完饭从餐厅出来，陆思南让司机送我妈回去。临走前，他在我耳边叮嘱，记住了，今晚回去好好哄着你老公，不管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钱和陆太太的位子你必须给我抓牢了。还有，肚子争点气，赶紧怀上他的孩子。我心不在焉的点头应着。再转身，温梦已经从对面马路蹦蹦跳跳着跑过来。陆思南宠溺地提醒他慢点，路上有车。我站在一旁，亲眼目睹温梦一头栽进陆思南怀里，朝他软软地撒娇。陆思南，你知道我在车里等了你多久吗？
我们已经超过3小时没见面了，察觉到我在，温梦稍微收敛了一些，极不情愿地从陆思南怀里出来。原来钟姐姐也在呀，你要跟我们一起出席今天的晚会吗？对，他跟投资商的老婆是高中同学，去了兴许能帮上忙。陆思南随口一提，绕过去准备开车上路。我知道副驾驶座没我的味儿，打算坐到后面去。谁料车门还没打开，温梦略带歉意的声音响起：“不好意思，后座放着我的晚礼服，裙摆很大，钟姐姐你小心一点，千万别弄坏了。”我止步不前，望着一脸冷漠的陆思南，不知所措。钟意，你自己打车过去吧，目送他们离开。我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赶过去。中途司机追尾，被交警扣下，又赶上下班高峰期，我怕去晚误了陆思南的生意，索性在路边扫辆小黄车骑上就走。等红绿灯的时候，旁边车主违规开门，我被撞到在地，额头磕破一大片，鼻子也流了很多血。路人凑近询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恰巧这时候陆思南打电话过来。我说不用了，有人会管我的。接通电话，陆思南极不耐烦的声音响彻我整个耳畔：“钟意，你几个意思？不想来就直说，我只是让你过来帮忙拉关系套近乎，又没让你去陪男人睡觉给我拉客户，就这点小事儿你都不愿意做。”我擦去头上新鲜的血渍，弱弱回了句：“马上到。”晚会上，温梦一袭高定礼服惊艳全场，陆思南挽着她在不同的富商权贵之间穿梭自如。看见我狼狈地缩在角落，他眸色沉了沉，出声问：“怎么搞的？”路上被车撞了。陆思南面露不忍：“都伤成这样了还过来，你是笨蛋吗？”说着，他拉起我就要去医院。思南，等一下！温梦及时赶到，身后还跟着个男人。这位是天盛地产的赵总，他说了，只要今晚有人能赔他一醉方休，东城区那块地皮他就能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价格。陆思南心动了，不知不觉间松开我的手。温梦很快把矛头指向我：“钟姐姐，我听说你酒量很好，为了思南，你什么都愿意做，对吧？”我很反感对面男人落在我身上不怀好意的目光，下意识躲到陆思南身后。我们回家吧。我小心翼翼拽他的衣角，其实是在赌他对我是否还留有最后一丝情意。然而我输了。陆思南眼睁睁看着我被别的男人拉走，带到另一众人群中充当陪酒小姐。浓烈的威士忌在我胃里翻腾，我被呛得咳出血来。周围灯光昏暗，我看见光亮处，陆思南搂着温梦在阳台上看月亮。起哄的人还在继续：“快喝，快喝！哟，这酒可贵着呢，别浪费了。”帮陆思南拿到合约的第2天，他以工作为由带温梦去了国外旅游。我则因为喝酒喝到胃出血住了半个月的院。这期间，温梦的朋友圈每天都在更新那些他和陆思南在沙滩上晒日光浴、酒店里亲密接吻、早起的床照，我全都看在眼里，却不再伤心。出院后，我没回陆家，而是在外面租了一套小公寓，虽然跟之前住的豪华别墅没法比，但胜在被我装饰得很温馨。从18岁孤身来到这座城市上大学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追随陆思南的路上越走越远，早已忘了自己也曾耀眼夺目过。本来我打算去应聘服装设计师的工作，结果半道上被一个大胡子老者拦住了去路。对方气质斐然，十有八九是文艺工作者。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电影拍摄。
我以为是叫我去客串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结果到了片场才知道，历经2轮海选都没定下来的一番大女主，最后会落到我头上。在场的有几位超一线女艺人对我提出质疑，她既不是科班出身，长相也只能勉强算得上是中人之姿，眼看年纪也快30了吧？导演，你确定没找错人？别到时候拍出来票房惨不忍睹，被观众追着举报下架，你哭都来不及。听完那几个人的话，制片人和投资商纷纷摇头抵制我出演。大胡子导演力排众议，从最专业的角度给出解释，无论从外形还是眼中那股韧劲儿，我敢保证，这世上再也没有第2个人比他更贴合原著。拍摄途中很辛苦，所幸我平时经常锻炼，一整套武打动作几乎行云流水般完成了。杀青时，导演欣慰地看着我，说了句：“付出终会有回报，提前恭喜你，未来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陆思南和温梦回国那天，我主演的电影在全球首次放映，我一夜爆火。首映礼上，我被无数媒体和粉丝包围，爱我的人不远万里赶来，只为见我一面。陆思南捧着鲜花来为我庆功，我装作不认识他，让保镖把他带到后台休息室。直到散场，我才慢悠悠过去找他。为什么不在影迷面前承认我是你老公？没那个必要吧？他有些许气愤，但看到我精致妆容下姣好的脸庞时，又瞬间没了脾气。你今天真好看，谢谢夸奖。对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我从包里拿出那枚结婚戒指，递到他面前。这个我留着也没用了，还给你。陆思南神情有些慌乱。什么意思？你现在成了万众瞩目的电影明星，就迫不及待想甩了我？我们已经离婚了，你难道忘了吗？我一脸认真地回他。什么时候？就在你和温梦出国旅游的第3天，我收到从巴厘岛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陆思南捂着脑袋努力回想，还没得出确切结果，他的电话先一步响了。是温梦打来的。思南，我肚子好疼，你能回来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吗？听见电话那头女人粗重的喘息声，陆思南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等我，我马上过去。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我：钟毅，我们不会离婚的，等我回来给你答复。陆思南前脚刚走，温梦紧随其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验孕棒上明晃晃的2条杠，像是在向我无声示威。我连发了3个问号过去。对面很快回复：不好意思，我发错人了。钟姐姐，你要是看见的话，自己动手删了吧，我没删照片，把人删了。陆思南从医院回来，找到我家时已经是凌晨3点。我还在书房挑选各大知名导演递来的本子。他沉声打破宁静，说了句极其煞风景的话：温梦怀孕了，我希望你以后少找她的麻烦，并且把那个孩子视为己出。我被气笑了。陆思南，你自己犯贱，能不能别拉着我一起？你和小3生的野种，关我屁事。他面色一滞，似乎不敢相信一向温婉贤淑的我，有一天也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犯贱。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离婚协议的事我查清楚了，是温梦趁我喝醉了哄着我签的，我根本不知情，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理亏。陆思南二话没说进到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银耳甜汤。谈恋爱那会儿，只要他惹我生气了，每次都会煮各种各样的甜汤来哄我。如今他又故技重施，我却不再视若珍宝的小口品尝，而是冷漠地拒绝他。端走，
我最近为了新戏要进行身材管理，戒糖你懂吗？他依旧不放弃，用勺子舀了喂到我嘴边，喝一口吗？很甜的。再说了，你现在的身材我很满意，再减下去就没肉了。我伸手推开他，刚想说你烦不烦，他自己没拿稳碗，汤汁洒落一地，其中大部分溅到了他裤子上。陆思南的脸色顿时变得不耐烦。钟意，你闹够了没有？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仰头和他对视，发出灵魂拷问。呵，你自己都不要脸，又怎么会有多余的给我？距离上次争吵过后半个月，陆思南主动到片场来探我的班。彼时，我和新剧男主角正在认真走戏，我的经纪人让他站在旁边等会儿。各组机位准备完毕，萧木在雨中捧着我的脸吻下去之际，陆思南再也忍不了了，大喊一声：你们在干什么？他冲过去，横在我和萧木之间，转身一拳打在萧木脸上。片场所有人都懵了，只有导演见惯了大风大浪，当即抬手示意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完成拍摄。萧木身为3金影帝，临场发挥能力更是一绝，以为是导演擅自加戏。他倾尽全力上演了一场两男争一女的好戏，对着陆思南拳风赫赫起来。随着陆思南倒地，从口中吐出一滩鲜血，导演喊卡。制片人笑眯眯拍手叫好，转身问副导：这个龙套演员哪找的？看起来很卖力吗？我尴尬地过去回话：他是我前夫，嫉妒我现在事业有成，故意来找茬捣乱的。闻言，萧木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放心吧，以后有我在，他不敢再来骚扰你了。等片场的人都快走光时，陆思南一瘸一拐爬起来走到我面前：钟意，你变了。我知道他接下来想说什么，所以提前打断。陆思南，别跟我提过去的事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是你背叛我在先，现在你更没有理由来纠缠我。不，我要说，他眸色沁出几抹忧伤。意义，你还记得我们在佛罗里达度蜜月那次吗？我喝醉了，被一个外国大汉堵住去路找茬，那人打了我一拳。当时你也在场，明明那么瘦弱，却偏要替我出头，拿起酒瓶就往人脑袋上砸，完全没想过后果。我表面无动于衷，眼眶却不由自主地红了。陆思南上前握住我的手：我在你的地盘被打成这样，你真的要坐视不管吗？到底是曾经爱过。看着他那张原本俊美的脸上挂了彩，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于心不忍，开车送他去了医院。你心里还有我，对吧？陆思南得意地躺在病床上：意义，我想吃苹果，你帮我削。我没理他，挎上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夫妻一场，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从前爱他，愿意抛下一切为他洗手做羹汤，从职场女性变成家庭主妇，最后换来的却是嫌弃和背叛。往后余生，他在我眼里只是个陌路人，我们再无瓜葛。杀青那天，为了感谢萧木一直以来在剧组对我的照顾，我提出想请他吃饭，他同意了。地点定在我家，他说想吃我亲手做的饭。我们一起去超市购买食材，到小区楼下的时候，迎面碰到了不速之客。陆思南手上也提着2袋东西，看样子已经等了很久。意义，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蛋糕，还有城南那家很难排队的老字号烤鸭。我冷漠地回他：不用了，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给温梦吃吧，她怀着你的孩子，需要补充营养。他的我改天再买。陆思南似乎听不懂我话里的讽刺，非要硬着头皮跟我进屋。
站住！萧木把腿站到我身前，一把将陆思南推开。听不懂好赖话是吗？他不稀罕你的东西，拿着赶紧滚！陆思南一愣，很快想起来，对面比他高半个头的男人，就是那天和我在一起拍戏，然后揍了他一顿的那个人。新仇旧恨，他今天势必一一讨要回来。你又算老几？敢惦记我老婆？上次亲她的时候，经过我同意了没？今天竟然还敢跟着她到家里来，你小子活腻味了吧？钟义，你敢给我戴绿帽子？怪不得这几天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原来是跟这货厮混在一起了。怎么，你就这么离不开男人？此刻的陆思南像一条疯狗，逮谁咬谁。萧木额间青筋若隐若现，揪住他的衣领，沉声警告：闭上你的臭嘴，再敢说他一句，我打得你满地找牙！哈哈哈，奸夫要打人了！陆思南的挑衅依旧不断。萧木让我先进屋，剩下的交给他来处理。不知为何，跟他在一起，我心里莫名的很踏实。大约过了10分钟，萧木进到厨房来帮我打下手。他呢？我下意识问起陆思南的情况。萧木刀工娴熟地帮我把鱼处理好，语气中带点醋意，被我揍了几拳，然后打电话叫警察带走了。你就这么担心他？不是。那是怎样？他渐渐逼近我，将我堵到墙角。在他目光灼灼的注视下，我咽了下口水，实话实说。我担心的人你，要是真把他打伤打残了，外界舆论会对你很不利，你犯不着因为他沾惹上不好的负面新闻。萧木听后由衷地笑了。离开陆思南后，我的人生像开挂一般，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却也能迎难而上，尽力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上半年连续拍了2部电影，票房效果都很不错。为此，经纪人在满满的档期中抽出时间给我放了个小长假。我想出去旅游，多看看世界。外出采购日常用品时，碰巧在商场遇到温梦。远远望去，她的肚子已经开始显怀了。尽管有母性光辉的加持，他的面相依旧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刻薄。走到我面前，他一改往日的可怜模样，倒摆起了几分准陆太太的架子。钟义，我和思南下个礼拜结婚，到时候记得来哦。没兴趣，我口吻很冷，面色更是只能用淡漠来形容。我和陆思南已经离婚了。往后他要娶几个，在外面又和多少女人偷情，真的都跟我无关了。可恰恰是我的这份泰然自若，激起了温梦恬不知耻的胜负欲。想不到你这样的黄脸婆也能进娱乐圈拍戏，看来演员门槛还是太低了。不过也正常，区区一个戏子，登不了大雅之堂，更不能和我现在陆太太的身份相提并论。听说过吗？旧时有3丑，剃头戏子吹鼓手，你就是一丑。我忍着想一巴掌呼死他的冲动，面露微笑道：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但我真的看不起以助理身份爬上老板床的贱女人。小三婊！温梦有些急了，跺着脚跟我理论：我和思南是自由恋爱，他早就厌恶你了，所以你才是第三者。第一次听到这种狗屁结论，我确实被震惊到了。懒得跟他浪费时间，我转身就走。温梦却不依不饶起来，今天非要跟我争个高下。他拦住我的去路，开始炫耀起身上的行头。我脚上这双高跟鞋好看吧？思南给我买的，他说等我生完孩子再穿，可我实在喜欢的紧，偏要今天穿。我随意瞥了眼，是圣罗兰今年的新款，价位至少要5位数，看来陆思南挺宠他的。
不禁让我想起陆思南创业初期对我的承诺，也是这样一双款式差不多的字母高跟鞋。我站在玻璃橱窗外看了很久，他承诺等赚到第一桶金就买来送我。后来他真的成功了，却迟迟没兑现曾经的承诺言。直到前段时间我才想明白，他不是记性不好，只是单纯不爱。我正在心里自嘲过去8年遇人不淑，温梦不知哪根筋搭错了，一张口就吃人说梦。我听思南说，你外公是老中医，所以你也会点捏肩揉腿的皮毛。我现在脚好痛，你帮我揉揉吧。你想屁吃？说完，我准备绕开他走。结果下一秒，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温梦自己上来扯我的手，然后顺势倒下，装成一副是我推他摔倒的假象。疼，我的肚子好疼。钟意，你为什么要推我？我呆愣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2行清泪夺眶而出，完全一副柔弱小白花的可怜模样。我没眼看他拙劣的表演，出声道：人怎么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陆思南接到电话匆匆赶来，恶狠狠瞪了我一眼，赶忙把温梦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完说了并无大碍，可温梦依旧昏迷不醒。我看见他悄悄地睁眼了，他又在装。陆思南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相信我，又或许是他太在意温梦了。钟意，我没想到你会恶毒成这样，竟然敢对温梦和我的孩子下手。看着他缓缓抬起的巴掌，我把想解释的话全都咽了回去。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就以人身攻击的罪名告你个倾家荡产。成功被我唬住，陆思南举在半空的手撤了回去。我大摇大摆地走了。第二天一早，经纪人着急忙慌地打电话给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打开一看，热搜榜前3全是骂我的词条。影视新星钟意曾婚内出轨道德败坏劲爆，钟意商场肆意打骂孕妇致其流产，钟意纠缠前夫又勾引男神肖木，我白着脸点进页面，张张有图有真相。配图有陆思南凌晨迈进我家门的，还有在商场温梦跌倒在地，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其中点击率最多的照片，必属我和肖木在屋内接吻那张，画面有些模糊，明显是狗仔站在对面楼里用长焦镜头偷拍的。一夜之间，网上风向大变，曾经喜欢我的影迷发文感叹：钟意塌了，这辈子再也不追星了。也有人粉转黑的，跟着营销号一起在评论区骂我。还有部分肖木的粉丝在网上诅咒我这辈子都得不到男人的真心。我没经历过网暴，属实被眼前状况吓到了。随着手机号被各大媒体打爆，我干脆拔了电话卡，连上网查看舆论实情。陆思南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钟意，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下我敢100%确定是他在报复我了。一连3天，网上舆论愈演愈烈，我的工作室却自始至终没发任何声明做出回应。所有人都以为我塌了，凉得透透的。直到中午12点，我在某博发了一条很长的图文，将所有真相公布于众。标题既醒目又炸裂：渣男贱女别想逃，是时候该揭开你们的遮羞布了。离婚前，陆思南和温梦所有的开房记录我都有，并一一贴图上去。还有温梦思发给我的那些他和陆思南彼此缠绵的不雅照片。以前忍着恶心没拉黑他，为的就是收集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关于在商场推他流产那件事，我没做太多描述，直接上传了一段监控录像和医院的诊断报告上去。
首先，温梦并没流产，孩子还在她肚子里。其次，网友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想不用我做太多解释，谁是绿茶一看便知。关于萧木，我还没来得及公开我们的恋情，另一边早已炸开了锅。萧木大方官宣我是他好不容易才追来的女朋友，恳请大家嘴下留情，别把我吓跑了。有他的粉丝扒出我们拍摄期间在萧木的社交账号上能找到很多他暗戳戳撒糖的蛛丝马迹，就比如粉丝跟他要签名照，他却把名字签在了我的照片上。还有他手上那条从不舍得摘下的手链，竟然是我送的，他曾半夜发文炫耀过，称其如获至宝。大家终于了然，原来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因戏生情了。在萧木的正向引导下，他的粉丝不再闹事，纷纷转为祝我们幸福。隔天，我登上了去国外的飞机。原因是有新代言空降到我头上，需要我去巴黎参加活动。手机关机最后一刻，我晃眼看到陆思南的公司正在面临破产危机的相关词条。落地戴高乐机场，手机开机，果然不出我所料。陆思南曾经付出所有心血，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事业宏图，在一夕之间彻底崩塌了。出于他为人品行不端，各大投资商对其管理能力提出严重质疑，并纷纷撤资正在投建的项目。还有董事会那帮人大难临头各自飞，2/3的人卷款跑路。陆思南欠了银行一大笔钱，逼不得已将公司抵押出去。我关上手机，慢慢呼出口气，算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从他买通水军在网上污蔑我那一刻，就应该为自己想好后路。只是他太过盲目自大，没想到自己根本承受不了网上舆论带来的反噬，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第2年秋天，我凭借从影以来的第1部作品荣获金凤凰奖，是观众口中实至名归的影后。萧木作为颁奖嘉宾，递给我奖杯的那一刻，他单膝下跪，掏出戒指，当着全网观众的面向我求婚。3个月后，我们的婚礼很隆重，几乎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了。我没想到陆思南也会来，彼时的他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不似当年那样狂妄自大。他静静地站在台下，全程观望完和我萧木的婚礼。快散场时，他走到我面前，眼底浮现一抹酸涩的笑。祝福你，终于找到了真爱。我莫名觉得他有些可怜，浅聊一番才知道，去年他破产了。原本婚期在即，温梦以他不能给自己置办一场奢侈豪华的婚礼为由，在民政局门口头也不回地走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最终没能结成婚，也算是一种讽刺吧。你还有事吗？萧木在对面等我，我们订了去瑞士的机票，航班今晚起飞。说实话，站在这儿跟他闲聊叙旧，挺没意思的。陆思南见我有意结束聊天，语气不自觉地眷恋起来，让我再多看你一眼好吗？我以为他要跟故意找茬，说话也就不再客气。我老公就在对面，请你注意措辞。不是你想的那样，钟毅，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证实一件事。说话间，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医院缴费单。对不起，当年我那样伤你，你把孩子流掉也情有可原。我释怀一笑，从前的事我已经忘了，你也不要再纠结过去。温梦不是给你生了个儿子吗？你们虽然没结成婚，但到底还是有了爱情的结晶，也不枉曾经那么轰轰烈烈的相爱一场。求你了，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那个贱女人。我蹙眉不解，问他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疲惫地闭上眼。我已经得到报应了。前段时间去医院查出白血病，本以为可以用孩子保留的脐带血救我一命，结果温梦生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当年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背地里又跟前男友藕断丝连。我安慰他，别那么沮丧，试着积极配合治疗。他摇头，没用的，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钟毅，背叛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们好好在一起，现在孩子都会走路了吧？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一条死路。可惜世上没有如果，我们之间那段过往，就爱新欢相互缠绕着，却也终成一抹艳羡，随风飘散。看向对面，萧木温柔地朝我招手，我象征性地安慰了陆思南几句，提起裙摆离开了。他的余生快要结束，而我的未来还很长。全文完。